今天爬哪里？我在土城天上山。这里同时也是土城最高峰，编号第18，海拔430公尺的小百岳天上山哦。欢迎光临宇宙精灵，探索世界，探索自己，不管哪里，我们一起。大家好，我是 Skyler。这支影片终于要带大家出去爬山啦！第一集的爬山影片，先从简单的郊山路线开始吧。这是一条位于新北市，搭捷运就可以到达的步道哦。不仅好走，山顶风光也是相当漂亮的高 CP 值路线。现在就按下订阅按钮，然后跟着我一起出发吧。永宁捷运2号出口出来，然后就往这个公车站的方向。导航输入鹿港牛舌饼，然后跟着走就对啦，非常简单，一条直路而已，大概要走1.2公里。这里虽然是土城区，但是那个 WeMo 的服务站没有到，所以我刚刚是骑 WeMo 来，结果发现你知道上面不行停，然后又骑回去，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用共享机车，没有机车想要骑共享机车的话，这条路线是打妹是没办法的，还是要到捷运站，然后用走的方式走上去。当然你有车就可以了啦。往承天路一直走，一直走。是有跟其他的山友来走过了，我觉得还不错，主要是它交通方便，你搭捷运永宁站，然后大概走个20分钟左右就到登山口了。然后它的路线也算蛮好走的，然后其实我觉得整个路况啊都蛮舒服。这次就带大家来看看这个交通方便、亲近市区可以运动的一个点，也蛮多长辈会来这边运动的一个市民休闲的好地方。这样，步道很多的登山入口，然后我会从这个地方，就这个牌楼的地方这边走上去，会是一个蜿蜒的山路的柏油路。上山前这边有一个公厕，可以先上一下洗手间。好的，厕所旁边就是我定位的这个牛舌饼，那这边就是可以上去的步道口。这个步道有非常多的走法，你看你可以走很大一圈，全部都连在一起。那我记得我上次走的好像是这一条，我上次走的是火焰山登山步道。我总算走到步道，开始爬坡了。那为什么我会突然想要来走这个步道呢？因为我4月份的时候要去尼泊尔爬山啊！我要去走EBC 徒步路线步道，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高山徒步路线，算是国际级的登山徒步路线这样子。那个地方难度不会很高，主要是海拔很高，大概有一半路都会在5000公尺以上的海拔徒步，所以在出发前就要多的找时间锻炼一下身体。那像这种交通很方便的市区型的步道就会是首选。对，虽然没有办法测试海拔啦，但至少可以就是练一下爬升，练一下体力，然后感受一下大自然，放松一下，呼吸就是山林里的空气。我上次是往这个火焰山的方向走，那这次往成天禅寺的方向，沿路很有摊贩。道路是有一点点缓坡上去的，大概是这样子的弧度，慢慢上去。这边强烈建议，如果你们有来的话，可以带一下防蚊液喷一下，因为海拔比较低的关系，观察一下蚊子还是蛮多的。离城市这么近的地方，多走15-20分钟，就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环境跟声音，空气也变得比较干净了。我觉得其实真的是 CP 值蛮高，所以下次朋友揪你爬山，你不要再说你没时间出门了，
明明这么近就有一个很舒服的小小的健行登山步道，其实是你懒得出门吧？是不是你呀？快点动起来，跟我一起动起来！这边有一条岔路，我选择往善习寺的方向走。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今天要去的地方叫做天上山。好可爱哦 ！Hello， 可爱哦！有人来遛狗，也很适合带你们家的毛小孩出来走走，在这边，因为路非常的安全，可以看到。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我4月要去尼泊尔哦，好兴奋哦！那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去尼泊尔爬山呢？这个的话，我留到下一集，我会来跟大家详细的分享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其实非常的突如其来，我妈也吓到，你为什么突然要去尼泊尔这样子？但其实 EBC 一直都是登山人心中的梦想，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爱山、爱大自然，或者喜欢旅行、喜欢高山、喜欢徒步、喜欢户外大自然的人，都会是一个我觉得必去的地方。所以要记得什么事？订阅我的频道，按赞追踪起来，就不会错过接下来所有的旅途。不是吧？山上还可以剪头发？哇，太酷了！这边开始爬坡了，有一个短短的楼梯，非常短。平缓的楼梯，坡度目测大概这样到这样而已。这个步道沿路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凉亭休息区，所以大家如果累了也都可以坐着休息。好，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楼梯。走完茶香步道了，没有呢，只有这小颗的呢。哦，走完这个茶香步道，这边有一个指标，可以看到非常多路线。那现在我们在这里，然后今天我的目标是要走这一条小的，拉近一点，是走这一条。这里柏油路有厕所跟小吃摊。好像是卖一些小吃、热食那一类的。看他这个动作，汤吧。我看他捞了些什么。哦，大家看到了吗？应该是关东煮之类的。好，有没有热心的山友为我们解惑一下这一间这个步道出来的这个是卖什么的？好，我要继续往前走了。哇，才走一小段。就已经流了不少汗，真的蛮舒服的，而且沿路都是在那个树荫下，不会觉得一直被晒很热这样子。那现在就是接一段柏油路，然后就会再接到下一段可以行走的步道。对面感觉又有一家餐厅，很多人坐在那边喝饮料。好，看到我的路标了，这边天上山，本次的步道目标。这条天上山的步道，它其实上面进来的时候，上面有写是私人土地，然后特别开凿让登山客可以行走的一个步道。这样，那相比刚刚前面的茶香步道那个地方人稍微多一点，这边一走上来就感觉氛围完全的不同，变得很安静，那也没什么人，没人啦。而且我今天是礼拜天哦，天气这么好的礼拜天，换成去象山步道的话，就是人挤人，还要排队上下山。所以我觉得来这里的好处就是不会像那些知名的
象山啊等等的知名大众步道这么拥挤。一样是搭大众交通，搭捷运，但这边更能享受山上的山林间的这种宁静。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地标，现在在这个叫三立半。刚刚看那个三立半那个地方，上面写海拔是310，所以这1个小时的时间，我也大概爬升了海拔有300公尺。但其实走起来蛮轻松的，因为基本上就是这种不太陡的楼梯，然后很和煦的阳光，然后在树林里面，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相对前面那个招山步道有变得感觉比较原始一点。相较前面的那个招山步道，这边陡很多，比较多楼梯，而且楼梯也都是这种比较偏原始一点的感觉的楼梯。走一走累了，可以停下来看看风景。哇！爬上来有一个休息区，展望台。海拔是369公尺。好，我们继续前进。我想要爬一个这样的石头的阶梯，拉绳。今天上山好像有2条路可以上去，那还是不止2条，我不知道。但是我地图看到的是有2条。对，那这一条呢，另外一条我没走过。那这条的话，我觉得稍微原始一点，当然都是有山径的，都是有这种铺好的十字路的。如果刚刚的那个招山步道坡度大概是20、30度的话，这边大概是60到70、75度左右的陡坡。对，也是有平的地方，但就是大部分都是一个上坡的状态。好一阵陡上完以后呢，就会来到3立半的大立。现在海拔是410公尺，对，哇哦！他们这个取名字我觉得真的很可爱，就是小立、中立、大立，那还会有维大利吗？俗话说得好，来到一个高点就会马上往下，所以人生是不是也是如此呢？起起落落，起起落落的。所以我刚刚疯狂的上坡完，我现在要下坡了。在一阵下坡后，就来到了一个凉亭、望月亭，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天上山280公尺。最后一段爬坡，到了，到了，哇！展望还蛮好的。好，看风景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走的路线。我是从应该是火焰山再过去那边的那个山，那个步道就对了，然后走到这个善习寺，然后从善习寺呢走到这个3立半的这一条路，就是我刚爬的那段山路，然后来到望月亭，最后到这个天上山啦。那等一下应该会有比较快的路下山，因为毕竟它这边写着
登山口只要410公尺，但我刚刚走了1.4公里才上山。对，所以我绕一条比较远的路，就是我走的那条招山步道出来柏油路那边，它其实有2个天上山的登山口。那我走的是绕一大圈比较远的，然后也比较原始一点的道路。然后还有一个是第2个登山口是比较近的，那大家可以斟酌一下，看会不会太累，然后选简单一点的。这个景观真的很不错，展望非常好，非常好。然后有2个观景台，这个比较高，后面那个木头的凉亭有遮影的，比较低，也比较舒服，不会那么刺眼。每一个角度的风景都不太一样，都蛮好看的。体能够的还可以继续往下一个小百岳五重山1.4公里迈进。不免俗的要来跟三角点的登山牌拍照啊！哎呀，不可以踩计时。这里是土城的最高峰天上山。是土城的最高峰，也是编号第18座的小百岳。好的，我从天上山下来，现在要回到这个望月亭。那这边有一个往桐花公园的路，我从这边下山应该会比我来时的路快很多。这条500公尺的路呢，就是像这样子的铺石子的路，还蛮直滑的，然后一路这样子往下。还有420公尺，继续直路向下。哇，下山超快的耶！我现在已经要到桐花公园了，我才花了20分钟，下山才走20分钟，就走到这一个，给大家看桐花公园。你们看到桐花季的时候会开满桐花，所以就叫桐花公园嘛。到了这边就是更观光的步道了，也会更安全。那这边就可以走回我们的捷运站了。很健康，勇敢，难怪皮肤这么好。这跟皮肤好有关系吗？有，越流汗呢。哦，对了。